为什么我们只要用感测器感应一下外在的刺激，机器人就能够收到这么多的指令，并且把这些指令转换成动作呈现出来呢？好奇心旺盛的狐狸猫又兴高采烈地跑去找老师，准备要来问清楚原理是什么。老师见到狐狸猫又来了，知道这个学生又有好奇的事情了，感到非常的欣慰，也很开心地回答狐狸猫的问题。老师说着，其实机器人感觉虽然复杂，但是从运作的原理来说是简单的。上次也说到了机器人运作原理，不管是上次看到的机器人，或是我们一般在使用的电脑，它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人类而来的。如同我们人类一样，机器人有受器跟动器，可以接收讯息以及表现反应及动作。像是机器人有红外线以及声音感测器，这些就像是我们人类有视觉受器跟听觉受器一般，而机器人也有能发出声音的扬声器，以及能够做出各项动作的机械四肢。另外还有一项类似的是，这些机器人的内部有传递讯息的电路跟中央处理系统，也就是 CPU。 这些能够帮助机器人收到讯号的时候，迅速将讯息用电子讯号的方式在电路中传递至中央处理系统处理，然后再将处理后的讯号传回机器人的四肢或是喇叭做出反应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请问老师，我们人类也是类似的讯号传递方式吗？狐狸猫，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。不过先让老师喝口茶，再继续说给你听吧。没错，同样的，我们也有负责讯息的传递、统整和协调的构造，那就是神经系统。神经系统的运作方式与电脑的运作模式类似。神经系统分为担任指挥中心的中枢神经和传递讯息的周围神经。既然是器官系统，那必然会有基本的组成单位，这个基本单位就是神经细胞，也可以称为神经元。我们之前在第2章细胞的形态与功能的时候，介绍神经细胞的外形有很多突起，负责传递讯息。现在就让我们更详细的来认识它吧。神经细胞内的物质大部分集中在一侧，而且呈现膨胀，称为细胞本体。细胞本体内有细胞核，负责神经细胞的代谢与生长，而另一端细长凸起的部分则是神经纤维。这个部分就是用来接收与传递讯息的重要构造。这样的神经元分布在我们的身体各处，一起构成了我们的神经系统。下列关于人类的神经系统叙述何者正确？ A. 人类的神经系统可以分成中枢神经与周围神经两类。 B. 神经元并不是一种细胞。 C. 神经元的细胞核位于神经纤维内。原来如此，那为什么神经系统又分成2种呢？狐狸猫不错哦，看来你有认真听老师刚才在说什么。没错，刚才有提到人体的神经系统又分成了中枢神经跟周围神经。其实它们主要是根据功能跟位置所区分的哦。首先是我们的中枢神经。中枢神经可以像指挥官一般指挥神经传导讯息，整合各部位所传来的讯息，并且发出命令，指示我们的动器产生适当的反应。中枢神经由脑和脊髓组成，质地柔软，都有骨骼保护，包括大脑、小脑和脑干等等。人类的大脑非常发达，分成左右两半球，是人体的意识中枢，主管人类的运动、感觉、语言、记忆、思考、情绪等意识现象。小脑也分左右两半球，位于脑干的后方，是身体的平衡中枢，有助于全身的肌肉协调。脑干则负责控制心搏、呼吸及血压等功能，是人体的生命中枢。脑干也可以控制头颈部的反射，例如不经意的眨眼、打喷嚏、唾腺分泌等等。脊髓连接在脑干下方，
位于身体的背侧中央。脊髓能将颈部以下传来的讯息传到脑部，并且传达脑部的指令至颈部以下的部位，以产生反应。有时候脊髓接收到颈部以下传来的刺激的时候，在将讯息传到脑部的同时，也可以直接发布指令到适当的部位产生反应，用来缩短讯息传递的时间，帮助我们迅速的脱离危险。至于更详细的内容，我们会在下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绍哦。关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脊髓不包含在中枢神经系统。B. 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仅用来传递讯息。C. 中枢神经系统包含了脑的各个部位和脊髓。看来狐狸猫你还没睡着，那就让我们乘胜追击来认识周围神经吧。我们人类的周围神经根据是从脑或者脊髓发出而定，包括了12对的脑神经跟31对的脊神经。周围神经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传递讯息，不管是从受器接收到的讯息传到中枢神经，或者是从中枢神经传递讯息到我们的动器，都需要经过人体的周围神经才能够完成。好啦，不知道听到这边，狐狸猫你有没有比较理解了呢？有，老师你说的非常精彩，我下次会再来找老师请教问题的。请问下列选项何者正确 ？A. 周围神经只与脑相接。B. 周围神经主要功能为接收与传递讯息。C. 中枢神经跟周围神经是独立运作、不相关联的。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为神经元，包括细胞本体和神经纤维。中枢神经主要可整合讯息并发出命令，包括脑和脊髓。脑主要由大脑、小脑及脑干3部分组成。大脑是人体的意识中枢，小脑是人体的平衡中枢，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。周围神经主要负责讯息的接收与传递，分布在全身，由12对脑神经和31对脊神经组成。刚才提到了神经纤维有一端比较细长，那你知道我们人体最长的神经细胞可以延伸到多长吗？那如果是长颈鹿最长的神经细胞的长度呢？欢迎你去搜寻，并在下方告诉我们答案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